不是有心骗你的，知道吗？我都知道，我不怪任何人，只是赵璇他说，你不要听他瞎说，也不要让他摆布。他这个人就是利己主义。你想想，当年他为了去美国，把我们两个给抛弃，这证明亲情在他心里面根本一点都不重要。他这次回来找我，肯定有他的目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上当。您就不想知道我到底是谁的女儿吗？你知道跟不知道，你永远都是我林世渊的女儿。我帮您梳梳头吧。好久没有帮你梳头了。我记得小的时候，最喜欢在你头发上扎辫子。有一次趁你睡着了，在你头发上扎辫子以后，你上班迟到了，结果一着急也没照镜子，还带着蝴蝶结就去单位了。你还说当时在街上，很多人都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我，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后来这个事儿被单位的同事笑了好长时间。那个时候，你还是满头的黑发呢。是什么时候就开始变白了呢？我也不知道。要不然，为什么会有人唱？时间都去哪儿了？妹妹厚厚感受年纪秋老。依依，我要你永远记住，无论将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要你永远做我林世渊的女儿。我也希望自己能永远做您的女儿，但我必须弄清楚真相，哪怕真相是不堪入目的，我也要知道。你跟方行长约一下，明天我跟他吃个饭，具体细节，明天我跟他当面谈。好，啊，哟，你们怎么一起来了？去我办公室吧。不用了，我就是想找你核实一些事情。那对不起，我们用一下你的办公室。董事长，你交代的事情我去办一下。有什么尽管说，我非常乐意帮忙。是这样的，佳一呢已经想通了，他想再做一次亲子鉴定，你、他还有林世渊，他想搞清楚自己究竟是谁的女儿。佳一啊，还有这个必要吗？我认为你应该相信你妈妈曾经说的话。非常有这个必要。我现在谁也不相信，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好。这杯咖啡，我欠你的。佳一啊，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接下来就看老天的安排了。打扰了。
你和黄在远的爸爸什么时候有感情了？我在婚内就跟他有感情了，所以你到底是不是他的女儿，我现在也不是十分的确定。如果我真的是他女儿呢？那你就到黄家认祖归宗，我会全力帮你们云顶上市。我们云顶？当然，你也是继承人之一呀。看来你的心计还真是多啊。你的妈妈要是没有心计的话，怎么可能混到现在这个位置？但是我的心计全都是为了你。不管你的爸爸是谁，我是你妈妈，这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所以，嫌弃我对你没什么好处。林时渊的头发样本和那个杯子，由你亲自送到鉴定中心去。妈妈答应你，还你一个干干净净的真相。我说到做到。还需要检测你的血样。待会儿给。加急还需要等到3天才能出结果，你们可以过2天再来。嗯，好的，谢谢。待会儿给。无论如何，还是谢谢你来带我做这个亲子鉴定。别忘了，这个世界上，我是最在意你的人。我公司还有点事儿，我先回去了。佳怡，是不是我不带你做这个亲子鉴定，你1分钟都不愿跟我多待啊？嗯，我先走了。你从哪儿拿到的？这个你就别管了，你就好好想想，你该怎么感谢我。林佳一做亲子鉴定，和我有关系吗？我干嘛要感谢你啊？你想想，如果林佳一是黄志高的女儿的话，那黄在远就无缘无故多了一个妹妹，而云顶就多了一个继承者。你说跟你有关系吗？琪琪，黄在远和云顶就快完蛋了，你现在要做出选择，不然你会后悔的。石磊，我不会做出什么选择的。琪琪，你现在必须做出选择了。要不然睡会儿，你这几天也没睡好，没吃好的，眯会儿吧，不有3天了，等呗。嗯。我睡不着，过2天就要知道答案了，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去面对。不管结果是怎么样，你都是依依。不管谁是你爹，你都得尊重自己，对不对？原来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坚强。对啊，内心柔软、善良，这本来就是真实的你啊。我好害怕，万一我不是林世元的女儿，万一我真的是黄世高的女儿，该怎么办呢？没办法，要真是的话，就坦然接受这个。反正你不管是谁的女儿，你首先你得坚持自己过去做人的原则，这一条是永远不能变的。要真是黄志高女儿，要不然你去云顶做个卧底，你把他们那儿搅黄了。万一我没做成卧底，反被灭口了呢？有我在呢，能让你灭？有什么事我给你顶着，你怕啥？
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刚刚听说啊，林佳一和赵璇，他们要做第2次亲子鉴定。不是琪琪，嗯，你是不是跟石磊还有联系呢？子源，重点不是石磊，是林佳一。我敢肯定，赵璇他心里就是有鬼，他在做手脚，非要把林佳一说成是你的亲生妹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林佳一能承受这样的后果吗？子源，有没有想过，万一林佳一真的是你的妹妹？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放在我面前的话，我是不会相信她是我妹妹。我和你相反，我倒真的希望她是你的亲生妹妹。放心，琪琪，我已经都说了，不管她是不是我妹妹，我都不会再变。你就是我要的那个人，我确定。大黄，哎，真是你啊！你干嘛呢？爷，我知道你们去和赵璇拿亲子鉴定的结果，你能不能不去啊？为什么？因为你拿到的结果很有可能不是你想要的。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他想去，这是他的心愿，是吧？还是让他去。现在依依要真相，我们是不是得给他真相？可这根本就不是真相。在源，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无论结果如何，我只是想求一个心安，你明白吗？不是我明白不明白的问题，现在依依，是你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心安，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圈套。那我也认了。你就多事儿，你知道吗？你听我的，不要管他，啊，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知道吗？你就是太乐观，你这人永远都是这样。我乐不乐观不重要，是不是真相这个事儿咱们俩说着。他想要做的事儿，拦得住了吗？对不对？是你拦住了还是我拦住过？对不对？这东西有一个血缘的问题。明白，赶紧。哎，行，走，快点车回去啊！医生，这个检验结果不会有错吗？我们的检验是很严格的，如果你们送来的标本没问题的话，应该没错。谢谢。佳艺，你没事吧？对不起啊，对不起。我要是早点参与进来的话，有些人没有机会动手脚。在远，你觉得佳一比你傻吗？这所有的步骤都是在佳一的亲自监督和参与之下得到的结果，这就是干干净净的真相。你确定中间没有人动手脚吗？标本都是我取的，医生那也是我亲自送的，我想不到哪里可以做手脚。真是有意思啊，咱们俩居然是兄妹。要不是你被林世元赶出家门，我之前还把你娶了，这真是太荒唐了。够了，你不要再说了，不要再刺激佳一了，好吗？不是在刺激他，现在所有事实都证明，我妈当年的失心一片，都是傻的不能再傻的举动。我爸最终还是背叛了她，不是吗？在人，我不比你好受到哪儿去，我要比你痛苦100倍。至少这20多年来，你知道自己父母是谁，可我呢，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你是比我痛苦，我没有资格问你。佳一，亲子鉴定的事儿，你打不打算告诉林世渊啊？
他可是当事人之一，应该知道真相的。他有病在身，我做不到像你这么残忍。无论这个结果能不能接受，我们都得一块儿去面对。可怕的不是这个结果，可怕的是说你被这个结果打趴下了。你知道我奶奶有一句话说特别在理，她说人啊，你就吃饱了喝得了，然后睡一觉，一闭眼一睁眼，什么事儿天大的事都能过去。真的，你不能被这人压垮了呀。要不然这样，要不然你就哭，憋着不是个事儿，能憋出问题来，你踏踏实实哭一通，没准就好了。可以承认我不是李世元的女儿，但是我接受不了我是黄志高的女儿，我该怎么办呀？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呢？我心里好堵得慌。为什么这件事让我一个人扛啊？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不是，你没错，你没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不应该是把这些错带到你身上来呀，对不对啊？可是你还有我们呢，有我、我妈、我爸、我奶奶，我们这些人守着你、疼着你呢。他们不拿你当宝贝，我们拿你们当宝贝啊！我也不知道这些所谓的亲爹亲妈是怎么想的。把自个儿孩子扔了20年代，好意思还往回找，这亏不亏得慌啊？他们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看不到眼前的路了。看不到眼前的路，咱就把自己身体先弄得棒棒的。喝一口。你是不是胃不舒服？咱要不然上医院去？哎，啊，你说陈叔认识他那么久了，陈叔会不会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得的胃病啊？谁？林世渊呢？林世元得不得胃病跟你有啥关系啊？阿姨，依依，快进来，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啊？快走快走。不在吗？在，我去叫他。你坐这，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我去叫他。
你们怎么也来？我们来把这份亲子鉴定书给林时渊。你是不是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你跟别的男人生过啊？嘉义，我不知道你在这儿。知道也没关系，不如当着大家的面把事情说清楚。袁毅，你也好尽早跟我们回家。回家？你以为养个女儿就那么容易吗？20年前就这么轻易的抛弃我，现在我可以照样不认你们。你别任性了好不好？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父母更心疼你的呢？对不起啊，阿姨，不管怎么着，可能都轮不着我说话的份儿，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你们口口声声说是他的亲人，都心疼他、爱他，但是你们把他折磨成这个样子，请问你们谁真正心疼？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们，林佳一，她就是我的女儿，我这一辈子会爱她、疼她、守护她，我绝不会让你们这帮人去欺负她。林董事长，叫我爸，我就是你爸。可是那份亲子鉴定，血缘是什么？啊，血缘应该是一种亲情的延续。如果连亲情都没有，跟他们这帮人说什么狗屁血缘啊！赵璇，我还以为你就是个贪婪的女人，我真没有想到你竟然连你自己的亲生女儿你都下得了手。这些事你肯定是动过手脚。你也太可笑了吧！这一切都是在嘉一的监督之下，我能做什么手脚？林时渊，对这个真相你挺意外啊？我也意外。早知道林佳一是我的亲生女儿，我就不会让她在外头受那么多罪。特别高兴，他说您年轻的时候也胃疼，他说这个东西可能就能证明你们俩才是真正的父女关系。这是生活不规律造成的，跟遗传有什么关系？真是！你们走！行了，行，快出去吧！出去！姐姐这太幼稚了，你请出去，出去行吗？来，走，出去，离开这儿。走了，出去。依依，你没事吧？你怎么这么傻呀？爸爸，对不起，这20多年，每当你胃痛、痛不欲生的时候，我对你无视。我总是责怪你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可是自己也忽略了没有尽到亲人的责任。我忘了去关心你，我伺候包子的时间都比关心你的时间长，就是因为你从不在我面前诉苦，从不在我面前示弱。在外打拼的这1年，我经常胃疼，每当胃疼的时候，
陈家人都会给我煲汤、煮粥。可是疼的时候，我真的好伤心，好难过。傻孩子，千万不要钻牛角尖儿，啊！你现在还年轻，你一定要把这个胃病给治好，别落得像爸爸一样一身病，你明白吗？爸爸，这些年受苦。别想太多了啊！别想太多了。你听我说，我的那个医生江医生，他可是这里的胃病专家，你去找他，把病给治好，啊，知道吗？我又想去，又不想去。为什么呀？我知道我这个想法很傻，但是我总觉得，如果我跟您一样有胃病，就可以认定我们是父女关系。爸爸告诉你啊，胃病是没有遗传的，但是我和你之间的亲情是真的。就算你没有胃病，你也永远是我的女儿。嗯，我可不想养一个年纪轻轻就整天喊着“哎呀哎呀”胃疼的傻孩子，明白吗？听爸爸劝，去看医生，把自己治好，让爸爸安心，好吗？谢谢。来坐，李小姐。李小姐，你的饮食习惯不太好吧？我平时工作忙起来的时候，吃饭老不在饭点上。哎呀，你们年轻人啊，就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得的是弥漫性胃溃疡，所以今后一定要注意饮食规律。胃病不好治，得了胃病不好好治，又不好好养，就会和你父亲当年一样，后果很严重啊。您是说，我现在情况跟我父亲当年的时候是一样？你父亲断断续续在我这儿治了10几年，每次都是到他实在挺不下去的时候才来找我，这一点让我很生气。上一次要不是你继母硬压着他来动手术，他会被直接宣判死刑的。大夫，我听您的话，好好养病就是了。您说的太邪乎了吧？邪乎？胃癌中期不可怕吗？他要是真到了晚期，别说我了，就连神仙都治不好。胃病会有遗传吗？这个现在医学上暂时还没有定论。哦，但是胃病呢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也是因为家族的饮食习惯大致相同的原因，还有脾胃的强弱呀，也有一定的遗传性。这一点就像人的体质强弱一样。看来遗不遗传这个问题还真是有点棘手。你刚才从病房过来的时候，你父亲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好好劝劝你这个不爱珍惜身体的孩子。记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千万不要把病拖大了。身体要是垮了，一切都等于零了。其实我不是他亲生女儿，我只是一个养女，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哦，雷小姐，不好意思啊，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不过你长得真的很像林先生，我还以为你是他亲生女儿呢。您说我们长得很像？很像，尤其是你的神态举止，非常像林先生。依依这次受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我还真担心她自己承受不了啊。其实您想多了，我说实话，我现在发现啊，您姑娘没有您想的那么脆弱。真的，不是难过吗？这事儿肯定是要难过的，但是
我觉得很快就会没事的。再说还有我呢，您担什么心呢？我相信你，我也相信依依。对。有个事，我想求你。你不要那么客气。您跟我说，我给您办去。从今往后，我希望你能多给依依一点家的温暖。这孩子20多年来都没有好好享受过什么叫家庭的温暖，我是给不了了。可是我相信你能给他。您这话我同意一半，啊，我首先就不同意的是，什么叫您给不了了？我们所有的人都没办法替代您在他心里的位置。但是说我这一半的责任，我一定承担。我答应你，我一定做到。你说我吧，打小长在胡同里，到现在也没个像样的房，也没个像样的车，但有一点我特别骄傲，我有一个特别像样的家。我们家特别的温暖，我愿意把这个家，这份温暖和他一起分享。我也希望永远都不离开他。但是这些事儿您甭操心，您就踏踏实实养病，剩下那本家的温暖，还得靠您自个儿给他。这些，谢谢你。甭那么客气。对呀，你想开一点好吗？这件事情它20多年前就已经发生了，对吧？就算林佳依她是你的妹妹，那能怎么办呢？那你还不是一样要去接受这个现实吗？我不怕林佳依是我妹妹这个事实，我是没想到我妈痴心一片，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这个世界上还有真爱吗？有。比如说，我对你，再远你要知道，我的心痛真的不比你少。我宁愿相信他这一切没有发生过，我只希望你能回到你以前的那个样子。如果我回不去了呢？你还会爱我吗？不会。黄在远，他可以没有钱，没有家世，但他不可以没有那种不肯低头的傲气和自信。这样的话，我可真的就再也不会爱你了。看来我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我爱的是以前那个黄在远，他真的他不会被这些事情打垮的。我想嫁的也是那个他。琪姐，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林佳依的身世公开以后，我们两个就不可能再结婚了。为什么？因为林世渊和我爸现在关系这么僵，如果你嫁给我，做我们黄家的儿媳妇，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你必须要有选择。林氏和我，你只能选一个。在远，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的那种洒脱和自信，就让我对你一见钟情。你知道吗？真的，我当时就想，如果能让我跟这个人在一起的话，让我付出什么我都愿意。虽然你之前也让我失望过，但是真的，我真正害怕林佳依夺去的不是什么家产，是你。琪姐，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选择了我，你真的一无所有了，你会后悔吗？我干嘛要后悔啊？只要我能跟你在一起，
我们可以互相支持对方的梦想啊，我们也可以一起打拼我们的事业。真的是越来越像林佳怡。哎，我才不要像什么林佳怡呢，好不好？我大不了做回我的朱琪琪嘛，我再回到我的那个小平房，继续做我贫穷快乐的小女孩。但是再远，我只要能和你在一起，真的，我不怕从头再来。真的？你哪里来的啊？这好像包子啊！哎，好可爱。这不是包子，这比包子小多了。送给你的礼物。送给我的？你可以叫它小包子。哎呀，太可爱了！我看看。谢谢你。你要谢你就谢我们全家吧。我爸给你弄的药膳，说是健脾胃的，你看还热乎呢。哎，奶奶刚完工的断袖披肩，说是让你披上，当样品。但是呢，我理解，其实奶奶的意思呢是想怕你早晚凉着。嘿，真挺漂亮的。还有，我妈给你写了封信。现在呢，这么着，你就披着披肩，听我把这封信给你念了。我帮你包着。没事。好。林佳一，我的孩子。阿姨一直想给你写这封信，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这次你遇上一个大坎儿，就让邓阿姨和全家扶你一把，让你顺利跨过去。说起来，陈家对你偏见最深的就是阿姨了。你刚出现在陈家，我就认为你是一个娇生惯养、不懂人间疾苦的孩子。那时候看着你阿姨血压就升高，你总是偷懒不帮忙，或者是使劲帮倒忙。更多时候是我们全家在为你收拾烂摊子。说实话，那时候邓阿姨天天就想的是怎么能够让你多快好省地离开陈家。可是你的善良、聪明，很快让邓阿姨有了惊喜。我发现你其实是一个要强上进的孩子，只是环境太好了。我能求你件事儿吗？什么？你见天都求我事儿，你什么时候回报过呀？像我现在这种身份，也无以回报你。我也先求你一件事儿，你能不能别总是把别人的错误用来惩罚自己？
我知道接下来黄志高肯定会希望我回云顶，可是无论如何，我都不想回去。我希望你不要跟他们一样，来劝我回去，一定要陪我坚持到底。我答应你，本来就应该离那个满嘴谎话的人远一点。阿狗。小包子，你有新家啦！慢点，这在家里面就是比在医院强。这次的晕倒，我还真以为我这辈子醒不过来了。还好这老天啊，算是对我不薄啊。别净瞎想了，我们家4口还有好多好日子要过呢。你这个主心骨是少不了的。啊，哎。依依啊，琪琪，你们2个都是好孩子。就算我最后落得一身病，可是只要我亲眼看到你们在我身边健康的成长，我就心满意足了。你好好休息吧，林氏那边有专业的经理在，会照常运转的，不要担心。对，我和林佳一就是你的左膀右臂，我们不会放弃林氏的。这可是我这一生最享受的时刻了。那你就好好享受吧，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该出嫁了，别到时候又后悔自己没有享受够。来。林佳一，我有事想跟你说。你坐。其实我一直想当面给你道歉来着。真的，如果不说出来，我可能连觉都睡不好。是什么事儿啊，把你压成这样？就那时候。我当时拿10万块钱让你离开林氏，你记得吧？是，其实那时候我是害怕你跟黄在远再在一起，但是我当时也怕我爸爸想通了，把我再叫回来，这样就坏了你的好事儿。那时候。就是我一念之差，很可能就让你跟你爸爸阴阳两隔，就再也见不到面了。如果他这次没从手术台上下来，我没能看到他最后一眼，那我一定会遗憾一辈子的。对不起，佳音。如果真的是这样的结果，我也会遗憾一辈子的。这件事情就是怪我当时没有考虑到任何后果，就先动了心机。佳一，是我的错，你不要怪我好不好？他那时候有找过我吗？那个时候，林叔叔啊，他就是嘴硬，他当时说不想你去医院，其实我看得出来，真的，他一直在惦记你。要不然，他也不会安装一块定位仪在你的手表里面啊。他那个时候真的就怕是你出危险，想随时随地知道你的下落。我的手表？哦，当时丢在远的车里了，被我捡到了。不过后来啊，我把你的手表放到了美丽餐馆的包厢里面。行了，现在不管你怎么埋怨我都行，我说出来，
也舒服多了。真的，只有这样子，才能让你知道林叔叔他有多爱你，佳怡。他真的在尽自己所能想去关心你，帮助你。你们这些人啊，就是爱扎堆告诉我爸爸的真相，就不怕我接受不了吗？你能告诉我那块表具体位置放在哪儿了吗？我要去把它找回来，它对我太重要了。乱七八糟的，我都跟你们说了，我在装修了。该帮了我都帮了啊。坐在这儿，这儿应该有一个沙发，那个沙发去哪儿了？搬走了。搬哪儿去了？我哪知道搬哪儿去了？什么事儿我都够问的话，那我不累死的。美丽，之前咱们的事儿就翻篇了。我希望你这次能帮我们找到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非常珍贵。我不是不帮你，你记不记得那沙发能拆能洗的，什么东西能藏得住啊？有没有那个服务员说后来来到这儿看了什么贵重物品之类的？你们到底在找什么呀？神神叨叨的。哎，那你们那个杂物间在哪儿啊？我们能不能去看一下？朱琪琪说过，说是那个沙发长什么样的吗？好像是，就是这样的花色的沙发吧。这好几个，这不都是这一个花色的吗？是啊，怎么会这样呢？他说没说藏在哪儿了？他告诉我就说塞到沙发的缝里面了。那缝里那多了去了，全是缝。你说这人，他一时糊涂，他一时兴起，好，把咱们害成这样。哎，你脚底有蟑螂啊！蟑螂就蟑螂吧，蟑螂也得找啊。你变了，你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哎呀，长大了。我还嫌自己长得太慢了，要是能够快一点的话，就不会错过我父亲对我的爱了。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它。我认识你到现在，我失踪过几次啊？说的我好像没事主要失踪似的。是，您这个你失踪一回呢，我就吓个半死；您失踪2回的话，我就吓死了。你还打算想失踪几次？100次。佳怡，阿姨，你怎么来了？佳怡，我希望你回到云顶生活，陈家不适合你，陈曦也不适合你。你需要更大的舞台。你的爸爸是黄志高，我希望你回到云顶，认祖归宗。他对他自己的儿子都那么冷酷，能对我这个半路杀出来莫名其妙的女儿怎么样吗？你就对他那么有自信，还是说还在惦记我身上那些能获取的利益啊？你要是真心在乎我的话，就别逼我去云顶。他对我来说太陌生了。就算我们身上流着相同的血液，也改变不了我对他的陌生还有厌恶。佳怡，
这孩子真是的，都倔，跟他爸一样。哎，你，你躲什么躲呀？我有那么可怕吗？那个，这个是我跟黄志高为佳一准备的欢迎宴会。如果佳一不到的话，我就告诉所有人，是林世渊扣留了我女儿。阿姨，您何必要这样呢？我尊重您，我跟您叫声阿姨。这是您亲生女儿啊，这身上都流着您的血，您这干嘛呀？何必非得把您姑娘往死角上逼呢？您说她要是痛哭流涕，您自个儿心里不心疼吗？我怎么不心疼啊？她是我亲生女儿，我怎么不心疼啊？总有一天她会明白我这个妈妈的心的。如果你也为她好的话，最好让佳一来参加这个宴会。这肯定不是一个普通的宴会，这就是鸿门宴。我就觉得你这个妈呢，有点话里有话。所以，如果我们真去了这个宴会，保不齐还真就能看出来她和黄志高合作中间的那么一点儿秘密。我一直觉得这份亲子鉴定中间有什么鬼。你说的对，也许他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不是，当时整个亲子鉴定过程你不是全程监督的吗？我当时心慌胃疼、脑抽筋，那也不一定啊，不是所有的细节我都能盯下来。那所以说你就打算去了？越是接近事情的源头，越容易知道真相。我们要不要去跟林董事长商量商量？他还在休养期，我不想让他担心。好，说的有道理。那我回去准备准备，看看穿什么带什么，咱俩一块儿去。你不用去了，我自己可以的。你来了。今天的主题是认女儿，你把你的未婚妻带来，不觉得大家会很尴尬吗？笑话！你们两个当事人都不觉得尴尬，我凭什么尴尬？好了，你们一人少一句吧。今天的主角可不是你们啊。配角都到了，就等佳一来了。爸，依呢？怎么没看到他呀？他怎么不来和我这个哥哥打个招呼？没想到这种场合你也会来。太原啊，我还以为你已经承认了林佳一是你妹妹这个现实呢。我承认，他不一定承认，您说是吧？佳一，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今天爸爸请了很多人，都是来欢迎你回家的，满意吗？请你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会有2个父亲？黄志高先生为什么要在20年以后才认回自己的女儿？是不是在我身上有你们想要的宝贝啊？我们
认你做女儿是诚心实意的。再说了，你身上能有什么宝贝，比我云顶还贵重？那我就实在想不清楚，为什么要认回我这个女儿了。像您这种花边新闻这么多的董事长，应该不差我一个私生女吧？更何况你身边还有这么争气的儿子。不错啊，妹妹，比我这个哥哥强多了啊。对了吧，我也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让他回来呢？是因为他值钱，还是他身上的断袖成衣值钱呢？够了！你们俩是想看云顶笑话吗？我真没有这个本事。我只是想告诉您，当年我在林诗渊面前就是这样。我现在更不是省油的灯。想要认我当女儿，你必须要比林诗渊更有度量才可以。还有，如果你们惦记我身上的断袖成衣，我奉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我就是把断袖成衣所有的原稿都毁了，也不会带到云顶。你别这么说，你听妈妈的话。你知道为什么断袖成衣会到林氏吗？你知道林诗渊为这个传统工艺付出多少吗？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想不付出就去拿别人的成果，是偷还是抢？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相信您跟我妈妈更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今天我还是一个送快递的快递小妹，你们会接我回来吗？我只是想认回女儿，你也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当初林诗渊赶我出家门的时候，你应该知道这个消息了吧？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去接我呢？当时那种情况，我不能贸然的去相认，那万一认错了，那不是很尴尬吗？尴尬。原来我的命运都比不上你的尴尬。当你的女儿实在是太悲哀了。今天这个认亲会，我想告诉大家，黄志高先生没有抚养过我，我也没有义务赡养你。我林佳一恩怨分明，我不会进云顶，也不会认你这个父亲。想从我身上得到断袖成衣，绝不可能。该说的都说完了吧？走吧，回家。您找我有事吗？我听说，你今天大闹黄志高那个认亲酒会是吗？咱不提这事儿行吗？我明白，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不过依依，不论我们上一辈人做错了什么事情，可是你一定要学会放下，别背包袱。别有那种心理，总不把话说出来，明白吗？我挺好的，哎，今天大吵了一架，觉得心情超爽。那好，既然你这么说，我就不劝你了。不过，回去好好睡一觉，明天起来啊，又是崭新的一天。那您也好好休息。
您这是？是的呀。我听啊，昨天晚上孩子哭一宿，哭溜了心可难受了。是，我也听见了。啊？哎呦，这么哭下去不行啊，给孩子憋坏了呀！老陈，你得想个辙啊，你把孩子心结打开呀。这不好弄，除非啊，把咱们儿子豁出去。啊？甭说豁儿子，豁什么都行，你说吧，怎么着？咱们呐，就给他来个逼婚不就得了？逼婚？逼婚？你这给孩子添堵的呀，不更烦了吗？你说你们这家庭妇女啊，这就是理解不了我们职业人的思维方式。你说林佳怡她为什么心里头不痛快啊？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爹妈还拿脚踹呀，太对了。是，哎，咱就得让他明白，是吧？咱晨曦是爱他的，甭管外边的世界闹什么幺蛾子，最后，咱晨曦多底包圆不就得了吗？对呀，对呀，我跟你说，喝不出孩子套不住狼，喝不出孙子我呢套不住这个孙媳妇，这怎么办啊？咱们分头行动。好，我这不是呀。我能干点什么呀？你这听墙根呢？我听你们商量的挺热闹的，我想知道我能干些啥。那交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买钻戒，能完成吗？买钻戒，我能完成。孙子，你咋不问问为啥要买钻戒呀？我又不是傻子，我还不知道钻戒代表什么。我现在去，我现在去。这小子还脑子开窍了。那咱们赶紧忙活起来吧。分得活了，一醒了，咱什么都干不成了。快走走走走走走！这些都是什么啊？这些都是什么东西？林佳怡这个丫头，太让人讨厌了。这才是以前的她。她以前这种脾气我都受不了，更别说你了。要不是为了那个断袖成衣，我会应付她。哼，像她这种性格，早晚吃大亏。我怕吃大亏的会是你吗？那又怎么样？别以为没有断袖成衣，我就什么也做不成。既然您能这么想，那就最好了。我希望我不在您身边的日子，您能继续保持这种心态。你要干什么去？啊？不在人，我知道，想让你接受林佳怡是你妹妹这件事，确实很难。但是不难，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她是我妹妹。你觉得我们在骗你啊？爸，其实这件事情，之前我是半信半疑，但是我看到你的表情，我现在已经能确定了。我不知道你和赵璇在计划着什么，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你能计划到，他也能防到。这件事情，最后你们最好不要弄得两败俱伤。是啊，有些事情确实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围。不过我希望你能理解爸爸的苦衷。这件事一定超出你的控制范围。这是我的辞职信。从今天开始，我正式离开云顶。
一件事去做2次就没什么意思了。上次你不是也乖乖的回来了？这次不一样，我是认真的。照顾好自己吧。哎，啊，哎，回来了。哎呦，哎呦，好看不好看？哎，买回来了。回来了。买，怎么样？啊，买回来了，快点趁热打铁啊！咱们用着好看，行吗？好看，行，快，我去，趁热打铁。什么小事？依依呀，佳怡呀，奶奶，你出来呀，有大喜事儿！啊，再来出。你再不开门，我进去了啊！我可就不客气了，我跟你说。怎么回事？他出去，你没瞧见？没有。这门一直关着呢。不知道。喂，毛姑。晨曦啊！哎呦，我在机场看见林佳一了，他自己一个人在这儿，我不知道要去哪儿啊。你等会儿我给你照张视频啊。好，我马上看。没事。你怎么去机场了呢？不知道啊。赶紧去吧，赶紧，快点，儿子，快去！啊 ，surprise！ 那个你是小甜甜吧？来，这是给你的。啊，他呢？他那个说在那边等，还有更大的惊喜等着你呢。去机场迎接这个桥段多老土啊！我要让我的爱人每一站都有 surprise。我跟您说一声啊，您这个男朋友那个航班啊，延误了。什么？这天我们没在一起。想起过去的画面，现在谁也不在身边。我只会等，把那天刚好的动作接上了幸福的脸，用眼神一次提示反正匆匆忙忙，没人该取代的想。
谁的电不是？很久没被人提起，有人会忘记一个人，我在想起节奏，紧紧一直有人。心中，在城市中，同样的那种。你怎么来了？你想干嘛？我本来想。你本来想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别人的感受？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我爸爸的感受？我妈、我奶奶感受？你干嘛呀？您这要出远门，您要飞到国外去，好，您不跟我们家人说一声，我们家人得担心成什么样啊？你什么意思呀？我就是太在乎你们了。我觉得现在的我根本就配不上你们。不是，所以说你知道你这种人，我送你一句话，你想听吗？你这种人啊，你就欠一个。晨曦，就应该这样。干嘛？放下来，放下来！这怎么说跑就跑了呢？还跑到机场了，是不是家里没照顾好？你觉着不太舒服？不是，陈叔，是我一直没过得去心里这一坎儿。您和阿姨还有奶奶一直把我当亲闺女儿、亲孙女儿看待，我怎么会觉得你们照顾不好呢？你不知道是怎么的吧？我告诉你，你就是啊，一时清醒，一时糊涂。你本来你说你前2天，你做了一件，你让我都觉得刮目的，让我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他把黄志高当着所有人的面骂得狗血喷头。你说你今天你就糊涂了，你身不身世能怎么着？跟你说多少遍了，你是谁的女儿都无所谓，这么多人陪着你呢，对不对？而且我今天我必须对你这个不计后果的行为提出一个严正的一个批评。奶奶这么大岁数，对不对？我爹我妈，你走，您上机场去哪儿？您去哪儿？您都不知道，你让人骗了怎么办？你出点事我们怎么办？你抬头看看，哎，你抬头看看这个家变成什么样？都是给你准备的，都是他们给你弄的。孩子，奶奶跟你说，身世没法选择，命运可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呀。啊，对，奶奶说的对。因为我跟你说，孩子，以后你再跑，你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啊。我跟你说，那傻小子心全都在你这儿呢。你说你一跑，你把他坑了，也把我们给坑了，知道吗？反正就有什么事儿，你下回你就直说。对呀，真是的。你今天准备成这样，你这还逼着我今天连钻戒都给买了。是，但当然这个事儿不说啊，就是这个事儿，我看你现在也没心思管这个，我也就不提了。啊，你下回你要再跑，像我妈说的是，你提前打个招呼。什么时候我给你钻戒，我也提前给你打个招呼。哎呀，我就不明白了，怎么这事儿还打预防针呢？当年我跟你妈结婚的时候，说办证就办证了，怎么到了你们这一代还有个缓冲期呀？怎么的？缓冲什么呀？哎，我说缓冲什么？啊？你这么一缓冲，不是把我重孙都缓冲没了吗？这不是一回事。现在咱说的是他，哎呀。医生让您在家多休息休息，干嘛这么着急过来啊？我听说啊，自己昨天差点连女儿都丢了，我能不着急吗？
我是一时想不开才钻了牛角尖，幸亏有晨曦包容我。不过我想好了，以后不论发生什么，都还有您呢，还有陈家是我的后盾，所以我什么都不怕。林叔，他现在真是比以前长大好多哈，过去经不住事儿，要不然就慌，要不然就急。您像现在，多稳当啊！太好了，我听你们这么说啊，我就放心了。现在林氏经过断袖成衣，成功的转型，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两个能帮着林氏分担未来的管理工作。我的身份，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不管血缘如何，我永远是你的父亲。这林氏的大门永远为你打开。只要这个家有我，就一定有你。爸，我会跟晨曦管好林氏的。依依，先等会儿。林董事长，依依，有件事我得跟你们汇报一下。我打算离开林氏了。依依，能不能让我单独跟晨曦聊一聊？好。晨曦啊，我真的很想听听你的心里话。为什么要离开林氏？你不是和依依合作的很好吗？这跟我们俩合作的好不好没有关系的。应该说，这个想法是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我差不多就有了。过去我也挺想一直跟着大家，跟依依，特别是跟我们林氏文化绑在一起，度过这个最难的这么一个发展啊、转型的这么一个阶段。而且那个时候最担心的其实是依依没有办法一个人扛起来断袖成衣这一块。包括我加入蓄水池，其实都是想陪着她一起成长。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快，依依就可以自己独当一面。然后我也是被她影响，慢慢明白一个道理：人就是应该趁着年轻的时候，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老了就来不及了。而且，依依教会了我，人应该往远了看，往高了看。所以我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我觉得好像对于我来讲，二次创业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你真的要想好啊，二次创业并不是你成立快递站这么简单。再创业，是可以跳得更高，可是摔起来可重了。没关系啊，我瓷实，摔着摔着就不疼了，多摔几次总能摔成吧？只要不死，一定能成。你真的不再仔细的想想？或许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哦。不回头了。明白。好吧。既然你这么有拼劲儿，其实我也很欣赏。你这个辞职，我接受。男人嘛，绝对应该有男人的决断。我支持你。为什么想要离开？跟我一起留在林氏做断袖成衣不好吗？你觉得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干嘛突然问这个？这很重要啊。就或者说你崇拜的男神是什么样的？
我崇拜的男神应该是有魄力、有胆识，能够独立思想，跌倒了会爬起来。OK， 那就放我出去扑腾一段，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争取变成你崇拜的男神这模样。屌丝逆袭成男神要吃很多苦哦。谁告诉你哥们儿现在是屌丝啊？但是至少哥们儿现在不算你的男神。等我一段，我知道苦，但是为了我爱的人，值得。请进。什么事啊？云顶的调研书出来了。现在我跟佳一这种状况，云顶的死活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美国总部已经知道您无法和林氏合作，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云顶。如果您现在能让云顶上市的话，您还能造出一手漂亮的业绩。否则，您可能要回美国解释解释了。我想到了林世渊会这样，我也料到了黄志高的贪婪，但是我没想到我的女儿佳一，居然选择林世渊那边，也不愿跟我站在一起。那您是要放弃林佳一这个突破口吗？哎呀，我不知道，你让我好好想想，好好想想我们接下来的关系该怎么走。您可能还不知道，林世渊想把林氏交给林佳一和陈曦共同管理，但是陈曦拒绝了。陈曦这个小子，林氏这样的机会对他来说是事业的顶峰，他干嘛要拒绝啊？据说是要创业。烂泥扶不上墙。不过他跟佳一分开也好啊，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佳一了，不是吗？那您就抓紧吧，时间可不等人。吃饭啦！东都创业的事儿跟家里人说了没？哪儿敢说呀？我先干着再说吧，我怕他们承受不了压力。我跟你说啊，卧薪尝胆的事儿我支持你，但是你怎么也得跟家里人说一下，到时候让毛大妈知道了，把全胡同人都知道了嘛，多没面子呀。有道理，但是我先跟谁说？哎，你这么说，你猜我们家抗风险能力最强的人是谁？我觉得是阿姨，你看她听怕听怕的，嗓门那么大，能做侧板工作。我告诉你错，我们家抗风险能力最强的人是他。这什么大风大浪都经历过，真的，咱们这点事儿在他心里边小儿科，所以我打算先跟奶奶说说。什么事儿啊？先跟奶奶说啊。啊，那个林董事长说，昨天要把那个公司交给陈曦。哎呀，啊，不是真的啊？那么重的担子，你能扛得住吗？你瞧，说天上掉的馅饼要太大了也犯愁，是吧？我就说我抗风险能力不行了。不是，我是说不是这件事儿啊！来，快坐着。不是我说这件事儿啊，真的跟那个老林啊，得说说，你知道吗？要说我儿子啊，真的是各方面真的挺优秀的。他说管理个什么小部门啊，我觉得没问题。到林氏去管那么大，有点悬啊。我也判断错误了啊？什么？没。奶奶，那个。您觉着陈曦要是自己创业的话，您怎么想啊？啊，我看呐，行。哎妈，
凭自己双手劳动，不跟别人要，活得腰杆硬。您不怕我赔喽？没事儿，赔了啊，奶奶那还有3.5万呢。够你这个奶奶啊，现在这个3.5万啊，还不够他租一办公室的呢。那么多钱呢？怎么着？那您还赞成我吗？赞成。实在不行的时候，就把你爸那个私房钱再给拿了。不是我那点私房钱还不够买一个门把手的呢。哎，这个林氏公司啊，毕竟是人家林编辑的产业，是吧？现在要发展，把这么重的担子让你挑起来，当然了，咱也不能给他做一辈子，是吧？打工仔，是吧？这个你呀。要是找一个新的项目，那等于是2次创业。对，你准备好了吗？反正当初林董事长都把画笔给割下了，弄了一个文化产业。我这么年轻，我也不怕输不怕赢的，有什么可在乎的呢？是这样吧，我刚看好了一个电子商务这一块的这么一个项目。所以我想试试。行啊，孩子啊，我孙子有长进呢啊！这点长进也是跟林董事长学的。没了。呀，哎呀，佳怡，有人找你。阿姨。佳怡，你怎么来了？我最近啊。老是失眠，我一直在反思我自己。有什么好反思的呀？我知道我做了挺多不好的事儿，我想让你给我一个机会，跟你赎罪。我希望你给我一段时间，咱们母女俩啊好好相处一下。你知道我一个人在外边漂泊也挺累的，我希望你理解我。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吧。别一口就回绝，试一试，万一行了，不行再回来，别留遗憾。我们之间没有什么遗憾。你就给我一点时间不行吗？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在这儿不走了。没吃早饭的吧，阿姨？要不然跟我们一块儿。不用了，谢谢。有什么事儿就在这里说吧。我知道我亏欠你的太多了，我也没什么脸求得你的原谅。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让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补偿你的机会。如果你非要弥补的话，这份情我领了，那你走吧。你就让我为你做一点事情，不行吗？我有什么需要你为我做的呀？趁我现在啊还有投资权，我帮你把断袖成衣做大。只要咱们母女俩联手，断袖成衣会越来越好。断袖成衣是林氏的，这个事情还是让我爸来决定吧。你才是断袖成衣的灵魂人物啊！林世渊同不同意，这都无所谓的。你是让我背叛我爸？这怎么能是背叛呢？这是让你给自己啊留一条后路。我不需要留什么后路，这些我完全没有必要。佳怡，你觉得我没他做得好是吗？他不是也因为工作伤害过你吗？在我记忆里面，已经没有那些伤害了。我只能唯一想起来的就是，
哎，你真从林氏辞职了？干嘛？辞职又不犯法。不是我说你，你也太冲动了，你怎么想的你？进林氏这种机会是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现在好了，怎么办？我们做什么？我打算开家网站，专门卖户外用品。怎么样？要有兴趣的话，咱们哥几个一块干。你拉倒吧，网站我连电脑都没搞明白呢，你就弄这么高科技的，哥几个这也弄不了啊。弄不了，咱就学呀。学不会的话，咱就请专业老师教咱们。那没办法，你不能让时代淘汰呀，对吧？也行，反正当初这个拉摊子扯大旗的是你和林佳一，现在我们还信得过你，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我们都听你的啊。放心吧，这条道一定不是黑的。哎啊，现在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麻烦，前期还缺点资金。啊，这个你别担心啊，我还有点私房钱呢。嘿，多少钱？2万多呢。那倒是还差点意思。还差多少？1000来万吧。啊？真的。看来，只有把快递站卖了，才能实现我的梦想了。这次亲子鉴定是赵玄一手策划的，宋检用的是您的毛发和黄志高喝过水的杯子，林佳一全程监督，动手脚的可能性不高。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在第一次做亲子鉴定时，没有做一份真的。这个赵玄的目的很明确，他是想在拉拢依依的同时，把段秀成一弄到云顶去。还好依依啊，他明白，还把他们的计划打乱了。鉴定中心我们也调查过了，应该一切都是走的正常程序，没有作假。你能不能拿到这2个送检的样品？我怀疑赵玄用了调包剂。您还不相信这份亲子鉴定的结果？我不是不相信这个亲子鉴定，而我是不相信赵玄的为人。我怀疑他真的调了包了。那好，我现在就去鉴定中心做工作。我现在就要找到他调包的证据。让你们经理来。爸，你怎么来了？你离开我就是为了开这个小破店啊？请你尊重我的户外用品店，这不是小破店。云顶俱乐部哪儿不好啊？没有说不好啊，我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经营自己的企业而已。你的企业？哼，就这样啊？连个小卖部都不如，还你的企业？再远，我现在已经焦头烂额了，你还釜底抽薪？你不是给我添乱的吗？你什么时候才能真真正正的帮帮我？我怎么帮你爸啊？帮你再去泡那些大集团的千金小姐，解决你的上市问题？你想想我们的债务吧，这2年为了上市，我们做数据、冲门面、过度的扩张业务，现在已经资不抵债了。如果这个难关过不去，你我就在单人清算之前卷铺盖走人，你知不知道？那您可以宣布破产啊，然后咱们一起经营这家小店，不挺好的？你说的轻巧，破产，我们吃什么？你我的生活质量会下降到无法想象的地步，没钱，没资本，我们什么都不是。这些都不重要吧？您别老是都是钱的，做事要对得起自己良心。良心能当饭吃吗？
还有办法让林佳一回来，用他的断袖成衣支撑我上市。行了，您别找林佳一了，他不可能回来了。他的断袖成衣已经小有规模，城西的网站做的也不错，人家都在进步，只有我们在退步。这些年我们为钱失去的太多了，难道您还想不明白吗？我们没有在退步，云顶会上市，而且马上就会。来源，你是我儿子，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应该回来帮我。这将来云顶都是你，我们可以一同见证云顶再度辉煌。爸，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宁愿那些都不要，一切从零开始。从零开始？那你以后缺钱，别再来找我。好。晨曦，呀，你怎么来了？这不你刚开业吗？特意过来给你祝贺祝贺。谢谢谢谢谢谢，倒杯水去，没个眼力见儿啊。怎么样？不错。哎，晨曦，来。哎。你有没有想过把我们公司的 VIP 卡放到网络上去销售？你说云顶的？啊。按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我说实话，现在我知道我们国家在互联网销售这一块其实是挺严格的，很规范。特别是一些什么 VIP 卡呀，这个不是随随便便什么卡都可以任意去销售的。这一块真是过去没有想过，没有研究过，所以我不太了解。那也行，你了解了解。啊、好，我研究研究。啊，好啊。怎么样，这公司？不错啊。是林佳一给你设计的？哎，参与了点意见。哎，林佳一没来啊？我们俩都商量好了，各干各的。我做我的网络，他做他的断袖成衣。我爸说特在理，说鸡蛋就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边。也好啊，省得你们俩在工作上万一拌嘴吵架什么的。我们俩在一个工作上也不可能吵架拌嘴，它不像咱们两个跟。咱们参观一下吧，啊。谢谢谢谢谢谢，太好了太好了！我要不问你的话，我心里真不踏实。哎，谢谢谢谢。那这样的话，我对这个卡这事儿我就放心了。好嘞，好嘞，谢谢啊，拜拜。互联网的平台来销售你们云顶的 VIP 卡吗？对，有点兴趣。咱们俩聊聊。子欣啊，哎，志高，这么着急干嘛去？哦，有家户外用品的网站想跟咱们合作，销售咱们的 VIP 卡。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可以扩展一下我们的销售网络。你不是已经不管 VIP 卡销售的事儿了？怎么突然这么热心呢？那家老板是我以前的好朋友，
我正好也帮朋友一个忙嘛。哦，对了，他晚上请我喝咖啡，我可能回来晚一点，你别担心我啊。去吧。那我走了。陈曦，等很久了吧？没有，刚出门的时候有点事儿，耽误了。没事吧？哦，没事儿。哎，你怎么突然想起来我那天的提议呢？我回去一琢磨，那我们公司不是刚开始吗？说实话，真的挺想有一些靠谱的呀、知根知底儿的呀，然后没什么风险，关键见效又快的一些合同啊、项目来冲一下业绩。因为公司刚起步，活下来肯定是第一位的嘛，对吧？那一琢磨，我说这事儿是你提的，然后呢，又仅仅是说通过我们网站来销售你云顶的一个 VIP 卡，这事儿没什么风险啊，所以我就说，那这是一好项目，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合作方式。对，云顶现在的销售量也在缩减，我们也需要增长一些大资金网络销售量，所以呢，我们真是一拍即合。合作愉快。必须愉快。陈曦，要是搁在以前，让你出来创业，你肯定不会同意的。这些都是林佳一鼓励你的吧？反正跟他在一块儿吧，不上进啊，不努力啊，挺难的。看来，你找林佳一做你的女朋友是找对了。如果现在我还是你女朋友的话，没准儿，你现在还是个送快递的。突然这么浪漫了？你要觉得不适应的话，那咱还回毛大妈那儿。可别，我要珍惜你抽风的每一秒。来吧，请你点菜。这儿的菜挺贵的，你可想好了？随便点。不，你这个超过500是吧？那没事，你跟我打个招呼就行，随便点。你这不行，这都超1000了，我先买个速效救心丸，你再点。不点了，随便点。这才像你晨曦。那我点个汤吧。不过说回来了，你为什么突然请我吃这么贵的菜？因为今天
我马上就要签一份我们公司的第1笔订单了。真的啊？太好了，恭喜你！不过跟你说啊，你们那个网站实在是设计的太难看了，这都能签下合同，我觉得真的是不缺钱的时代。不是怎么难看了？我每一个网页每一个东西都是我自己一笔一笔亲手设计出来的，怎么难看了？你们直男的审美真的是无药可救了。你这个审美呢，要是达到我的程度，你就知道自己网站有多丑了。那你不来呀？没办法了。我的设计费很贵的，你有多少钱呀？大哥，我后半辈子都给你了，你还要什么设计费啊？那倒也是哈，说不定你是一个绩优股，我呢，就是投资一点小小的设计脑细胞，换来一个成功的 CEO， 这倒挺划算的。就这么定了啊！我跟你说正事儿啊，我是这么想的，你看网站设计这一块，你帮我好好弄，重新规制规制啊。还有就是我整个网上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的包装，我想给它统一划归。这样因为买家他看着他就觉得哎呀眼前一亮，很醒目，然后他又温馨又浪漫，所以我想把这个包装的设计交给你。好吧。太好了，我表示感谢啊！陈总向林设计师表示感谢啊！你干了吧？我干了，那既然这俩事儿你都答应了，那咱就别吃这饭了。想得美！我要吃牛排。行，给你吃0分熟的。请。现在方便说话吗？方便，方便。上次跟你说那合同的事儿。合同我看过了，没什么大问题。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要考虑的周全一些，免得上了别人的当啊。你放心吧，我已经让公司的法务部看过了，肯定没有问题。而且对方公司是先行赔付，即使出了什么问题，跟咱们公司也没有任何瓜葛。哎呦，我的芷晴现在长本事了，我想不放心都不行了。那你同意了？有什么不同意的啊？没什么，我就是觉得太突然了。那行，我去找他们签合同了。好，那路上可要注意安全。你这个小媳妇儿可真好骗呀！她应该没有想到你会趁机对付她的情敌吧？我的情敌可是你的女婿，在伤了晨曦的同时，也未免会伤到佳一啊。黄志高，我告诉你，对付晨曦可以，但是你绝对不能伤害到佳一，否则的话，我绝不放过你。遵命。OK。合作愉快。对。还需要吗？我们不需要。来吧。谢谢你。本来是这么大一事儿，挺高兴的。对于我们公司来讲，你也帮了一特别大的忙。咱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这些天找个机会，我请你吃个饭。干嘛要找个机会啊？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呗。我说实话，我没想到咱们这合同签得这么快，这么顺。我今儿晚上是答应了陪我奶奶去看京剧去，老太太不是好这口吗？你知道。哎呦呀，坏了！我差点忘一大事，你稍等我一下啊。
哎，依呀，那个今儿晚上不是要答应陪奶奶看电影看京剧吗？对，我忘了买票了，我。哎呦，吓我一身汗。你买了我就踏实了。得嘞，好嘞，拜拜。要不然这么着，那个京剧看完了也没几点的事儿，咱们吃个夜宵。不用了，志高还等着我呢。好，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那我走了。好，我送送你啊。哎呦，送什么呀？你刚不是说了吗？咱又不是外人，别客气了啊。得嘞，真不送了啊！我还得打个电话，我又忘了，不管你了啊。还是我忘了一特别大的一事儿，奶奶不说要吃零食吗？我忘了。哦，这你也买了？神人啊你是个宝啊！好，拜拜。的，我们是成功的，对吧？咱大伙儿再加把劲儿，争取把这个销售额翻上一番来。年底我给你们每一个人发红包，好不好？好。兄弟们，我现在跟大伙儿对一下今天的销售额啊。你几点了？你看几点人都进场了，你一个刚创业的人，你比我还忙现在。断袖成衣在研发阶段，下个月又有一笔欧洲大单子进来，我能有时间陪你看电影，说明你在我心中有多么重的重量。哎，我们那个什么，我们今天也弄了一个特别大的订单，销售额特别高。是吗？啊，你说咱俩在一起了，是我忘男朋友呢，还是男朋友忘我呢？你这事儿争什么呀？肥水不流外人田，互相忘不挺好的吗？电影什么时候开始啊？不会晚了吧？已经晚了，没关系，我给你单独演一场不穿衣服的。来，搁那边就好，照柜台旁边啊。来，记住，你先过，你先过。这家。哎，那是黄在远吗？他怎么会？他怎么这样了？我听琪琪说，她想独立创业，又不想依靠云顶，所以就先开了这个户外用品商店。琪琪每个周末都会来帮她。哎呀，真是人呐，三穷三富就过这一辈子了，谁能想得到啊？黄在远这么一大公子哥，怎么就走到这个地步了？喂，丈母娘心疼你去了？男孩倒无所谓，我是心疼琪琪，好不容易找个自己喜欢的，又要跟着受苦受罪。哎，你好，这是帅哥，要什么？我帮你找找。买10件冲锋衣，要质量好点的，能打折吗？哦，不是啊，我们家的质量啊，您放心。但是就一点，我们家从来不打折。哪有不打折的店呢？我看你们不想干了吧？不是，我们家不打折，是因为我们家质量好啊。哎，您看看，就这件衣服呀，您穿上这颜色配你，绝对是太配你了，这位先生。哪有你们这么做生意的？你说不打折就不打折啊？那行，
我走，我不买了。别！哎，你好，我是这边的老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买10件冲锋衣，怎么嫌我买的少了是吗？啊不少。不是，别说你买10件，就是1000件，我们家也不打折。打折！你再说，我走了啊！哎，别！那个打折，9折好不好？9折。琪琪，你去下单。还是你脑筋转得快。哎，要都跟那个女孩似的卖衣服，我看早晚得关门。是，您说的对。哎，那这样，我们这边有好多新品，我带您看一下吧。来。哎呀，这个琪琪简直太受委屈了，那买东西那人太不讲道理了。哎呀，你回去跟老林说，让这2个孩子到你公司去上班吧。那么大一公司，还搁不下俩孩子。黄在远是想自食其力，你们家晨曦都能独立创业了，他就更不好意思去林氏上班了。老林说，养儿100岁，常有99。看到琪琪这样，我心里真的不好受。哎呀，行了，别难受了啊！说实话，我看这2个孩子，我也特别心疼。创业嘛，开始都是特别困难。我们家晨曦开始也是这样，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一些了啊。找我什么事啊？如果是找我忏悔的话，我真的没有时间，我现在挺忙的。佳一，我好歹是你亲妈，你就不能给我一点时间吗？你要跟我说什么呀？晨曦创业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地球人都知道了。那你知道第一笔单子是谁给他的吗？是你吗？要是我就好了，是徐芷晴给他的。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更没有永远的前女友。我相信晨曦。你相信晨曦，那你相信徐芷晴吗？徐芷晴现在在黄志高那儿处处不得志，处处被压一头。要是徐芷晴把晨曦抢走了，黄志高又离开我，你说到时候咱俩怎么办？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想象中那么坏，也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想的那么好。佳一，你相信我，你真的斗不过那个女人。行，我知道了，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八卦吗？好了，我知道了。喂，我听说你在林佳一那儿，你没把事情告诉他吧？我是佳一的亲妈，我当然什么都会告诉她的。不过我们会内部消化的。我奉劝你啊，你也不要告诉任何人，也不要到处去张扬。徐芷晴这边我会处理的。你告诉林佳一管好晨曦，这件事闹大了，我们都会很丢脸的。我知道了。唉，有好戏看了，黄志高要出手了，晨曦和徐芷晴要倒霉了。行，我去找晨曦。好嘞，您客气了，我知道啊。得嘞，就这么着，拜拜。这么晚了还不下班啊？嘿嘿，什么风把我们领导给吹来了啊？你什么时候开始跟云顶合作销售 VIP 卡了？刚刚的事儿，然后这个销售特别好，现在营业额过1000万。是吗？啊，这么好的生意啊！啊，
是不是徐芷晴介绍给你的？是不是他这事儿重要吗？我一颗红心向着你，对吧？然后其他的事儿咱们小小不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行吗？有些事情可以闭着眼，有些事情必须要睁着眼。我必须向你首先检讨，这个事儿是我的错误，因为他效益太好了，所以我一高兴我就没有跟你汇报。不，他是这样，因为他是我们公司的第一笔单子，也有可能是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最大的一份单子，所以这个事儿我是公事公办的，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所以咱们就把它都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的单子，大家都开心了，你看好不好？看着我，嗯，你有没有撒谎？我能感觉到。